小星 GV350X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能设计出这样的巡航啊？ 339cc 1460的轴距，就乍一看像是一台新手入门车型，但它的设计呈现和动力表现真的不是很入门，只能说是门槛低吧。比如操控，比如价格，它正式定价呢，我估计2.1、2.2，限时优惠可能在1.9到2。 为什么说它不是很入门呢？这个侧面梯形的形态是不是有点街车呀？对比闪350和杜克390，你看这姿态更像谁？后挡泥板这个空间，就怎么看它都不是很休闲骑的气质。更意外的是，他们把这次试驾活动安排在了一个小赛道场地，就谁家好人把巡航的试驾放赛道里？ 啊，你再看看这些设计细节，这里 Roadster 代表了它有一颗暴躁的小心脏，非常精致的发动机，这金属质感的小钢头非常哇塞。中间这个60表明它是一台60度夹角的 V 缸，上面这个类似进气的格栅，三角的线条非常锐利。单词 Grand Voyage， 下面边盖 Grand Voyage 可以译为壮丽的征途也好，或者非凡之旅。 其实下边这个边盖，你看它这个深度，这个造型非常夸张。其实它不用做的这么复杂的，但是它好看呢。再看这一侧，当我看懂了这个排气结构的时候，我都对设计师产生好奇了。这得是多天马行空的想象力，能给它2合1拐角这么来做。来上车感受一下正面的视角，脚踏一踩呢，膝盖大概是接近90度。正面看这个油箱呢，是非常具有体积感的这种线条，是材质呢。 是塑料的，但是在光线之下，金属漆呈现出来这种质感非常 nice。那还有包括手把套的这些细节，哎，这个按键，这边双闪灯呢，它不是按钮，哎，是一个小拨杆，不常见。来点亮，看一下仪表。那仪表呢，我觉得是最出彩的，机械指针 LCD 液晶屏组合。 红色，哎，还带点这么性能的小氛围。每个指示灯都有它自己专属的小房间。下面液晶这个数字显示大的让人安心，整体这个布局呢也非常工整。25年今天，那很多厂家呢都在去更换这种全彩屏，然后适配一个电子 UI。那这种对机械指针的一个坚持，何尝又不是一种浪漫呢？它的响应是挺灵敏的，而且低转下去拧。 你看它就没有类似于那种脱档的感觉，再让它降低，再降低，你看它还是可以把动力瞬间提起来。哇，这小动力有点冲的，1档弹离合呢，哇，能翘头，能翘。排气管确实会稍稍有些放炮，这个感觉是有点妙妙的。来。 带一脚刹车，刹车。我的感觉是刹车可以用非常好来形容。前后的制动，基本上在雨天你可以看到路面是有些湿滑，前轮后轮没有打滑的迹象，同时呢，ABS 几乎都没出现，很少出现，出现过。我的感觉是它的这个车身轻肯定是一方面了，对吧？180公斤的车重加上1460这种轴距，这种轴距你要说操控不好不可能。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呢，就是说49:51的这种比重，你不会感觉车头或者尾巴，谁会有牵制你？比如说车头重啊。 屁股沉呐，转向摆不过来啊，不会有，不会有，可能也是因为这台车坐高，哎，重心稍稍高一点的这个原因吧。这台车它是一个比较战斗的坐姿啊，我们说人话呢，就是它是比较需要你低趴下来的啊。 长时间去骑，我觉得并不会太舒服。轮胎前120，后150，轴距1460。更多的配置信息可以上摩托范儿 APP 查看。前后配重的比例来到49:51，
那这个被称为黄金比例的原因有2个。第二呢，就是紧急制动的时候，重心会向前移。要是后轮过重或者前轮过重，那就会容易出现抱死啊或者侧滑。然后刚才在这段路呢做了很多试驾体验，那有2点是需要做深刻吐槽的。那第一，就这个挡杆高度呢有点低了，像我今天穿的这种鞋呢，它就不太好做一个升档的动作。第二呢，就是这个后视镜。这个小支架的高度呢有点尴尬，这个手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会跟这个圆镜卡在一起，尤其是我们戴一些有防护的厚一点这个手套，这2点我觉得厂家是要去做一些升级的，不然这个体验很难受。还有这个后避震的调教，貌似是有点软啊，当然软是很舒服，但是它这个回弹如果太多，可能会影响它的支撑，后轮在颠簸路段可能会弹跳。后挡泥板呢是稍稍会有些甩水，这种结构设计就没办法，那肯定会甩。GV350呢全新平台，你介意的话可以稳一手，看一看市场的反馈。然后关于价格呢，我猜19780，你觉得靠谱吗？或者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。那我们今天拜拜。